这里是 Noodle Lab， 嗨，我是小思。你知道有些品牌为什么给你高级稳重的感觉吗？当我把它们换一种字体，为什么会改变你对它们的印象呢？除此之外，当你走在街头，你所看到的文字招牌又会怎么的影响这条街的风格呢？美国字体设计师乔纳森说过，这件非常小而神秘的事情成为了世界交流的一部分。不起眼的文字其实包含了很大的力量。接下来让我们一窥字体的秘密吧。国际品牌看起来高级的原因，第一步先选个好字体。字体设计就像是拥有不同个性的人一样，你可以隐约觉得看到这款字体给我什么样的感觉，但你又很难说清楚差异，到底潜藏在我们潜意识里的感受是什么？让我们看看以下例子。LV 选择的是一款叫做 Futura 的字体。当我把它们换一种字体，你是否有看出每一个字母的细微变化？我稍微列举其中几个字母，像是 L 的宽度不一样， B 的底部从尖的变平的等等，是不是觉得这样的 LV 与品牌本来塑造的高级感差很多呢？再来让我们看看 Godiva 巧克力的标志。Godiva 用的是一款叫做 Trajan 的字体，当我把它换一种字体时，又会觉得有种难以言喻的变化。这次你能说出有什么变化吗？国际品牌看起来高级的原因，第二步调整字型。除了字体的选择外，调整字母和字母的间距也很重要。再让我们回到 LV 的字体，现在的商标其实是花了一番功夫，把字母和字母的间距调宽一些。当它使用电脑内建打出来，没经过任何间距调整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？字母和字母拉开一些间距，可以让文字有种从容不迫的稳重感。细微的变化就可以让文字的氛围整个改变。很多商标隔一段时期就会重新设计过，去调整文字的细节。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Godiva 的例子，曾经使用的是一款名为 Times Roman 的字体，后来用的是刚刚提过的 Trajan 字体，两者都有把间距拉开，但字体一换就变得较高级与稳重的感觉。刚刚提过的品牌都是使用以古罗马碑文为基础的字体，就想象是用枣子沉稳的一笔一画刻在石碑上的感觉，可见字体的演化历史非常的久。那除了古罗马碑文体外，有些品牌也使用以铜版印刷体为基础的字体，同时也很有高级霸气感。铜版印刷顾名思义就是在铜板上用雕刻刀雕刻文字，再用油墨复印到纸上。代表品牌像是 Dior、Vogue 杂志。Dior 采用的是 Nicolas Cochin， 这款字体在100年前就被设计出来。Dior 简短的4个字母几乎没有经过什么调整，直接用字体本身的设计撑起优雅稳重的氛围。而 Vogue 杂志字体使用的是 D-Dot， 仔细看看每个字母的线条，是不是有明显的粗细变化？细的部分增加了文字本身的精致感，颇有种时尚大气的感觉。好了，看了上面几个例子，是不是有点颠覆你对文字的观感？除了用直觉选用字体外，我们对字体的印象也会随着别人的使用，让我们看久之后，也让我们带入这种字体代表的就是这种感觉啊的印象。像是过去奥巴马的竞选文宣选用的字体 Gotham， 在后来的参议员选举被69个不同立场的候选人选用， Gotham 变成了政治家爱用的字体，因为它有成功胜选的记录。Gotham 似乎被政治家们带入了，只要使用这款字体，就能让选民产生好印象的感受。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风格选择字体，但除了字体外，字形也是相当重要。到底字体和字形差在哪里呢？所谓字体就是我们主要选择的样式。前面提到品牌选择的那些字体，或
或像是以繁体中文字体来说，就是新细明体、黑体、标楷体等等。字型就是其他可以调整的部分，看看电脑的工具列，举凡字重、文字的间距、字宽的变化都是。所以使用这些文字时，基本上就是在字型上做微调。像小思自己在做文字编排的时候，也会调整间距、字重等等，慢慢的调到自己喜欢的需求咯。到底字体设计师要怎么设计这些字体呢？字体设计师会把过去的字体作为基础，赋予文字新的设计，但并不是照本宣科的模仿前人的作品，而是认真的调查研究、理解，再斟酌细节去做改良，让这些字体能够符合现代的需求。除了这些外，字母本身还要补正人的眼睛错觉。接下来介绍几个字母的例子，像是 C 和 T， 在同个高度的情况下， C 实际上会看起来矮一点，所以 C 会绘制的比 T 稍微高一点，让你的眼睛认为它们是一样的。来看看 B， 实际上 B 的下半部会比上半部宽，借此来达成平衡。一样粗细的垂直线和水平线摆在一起时，对于人的眼睛来说，水平线会看起来比较粗，所以像是 T 和 E， 垂直线会画得比水平线来得粗，让你以为它们是相同粗细。当这些文字出现在街头时，你也会产生对这条街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如果一条街出现上述这些国际品牌的文字，就会让你觉得这条街有种高级霸气的感觉。那当然，刚刚介绍都是以英文为主的字体，或许因为繁体中文文字较多，制作上较复杂，能选择的样式明显少很多，所以相对的，台湾的标志能够选择的字体就非常有限了。下次看到文字时，不妨仔细品味文字带给你的感受吧。欢迎留言并分享你的想法。